哎，hello，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啊，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妍锦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他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妍锦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
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焙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1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8、1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
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大家回头看，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
从小壮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壮树真的有可能是越壮越健康，越壮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你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又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没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意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好想的肚皮，好自寒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大家好，我是大强。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西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
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我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斌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斌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去过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
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两个人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在西塘的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呀？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徐翔宇。先磕了一下，好尴尬呀！哎呀，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问我说：“翔宇，你怎么理解尼采？”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我后悔，知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南大。我说别吧，我都27了，我只是延毕了。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哎，耄耋南大，啊，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老师说：“同学们，
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不是马老师啊，是我，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我跟你说。当时我一进去，然后那人在那儿喝水，我说老师，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他说哦，我在日本买的，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我聊的不是杯子吗？没聊你呀，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他就又来了。能理解你们年轻人，爹肯定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呀，你听哥一句劝，你懂我意思吗？太诡异了，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这我都懂。孔子、孟子。上野千鹤子，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就是让我给建议，说给应届生建议，给年轻人建议，甚至给职场人建议。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天天到处给人建议，我成专家了。妈咋的？本生专呀。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就你让我搞笑我 OK，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哎，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当作家。我送过你。哎，以前出书很难的，你想想司马迁，你现在把《史记》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说啊，这样就可以吗？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哎呀，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我看了很多，我发现无论是谁啊，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多阅读，多生活。我又不傻，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那书你都打不开。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就这么努力，在古代得是个举人。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2号线犯贱。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说翔宇，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了。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爽文，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就你要真过成爽文，谁还看爽文？
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啊，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马云说我破产了。哎呦，这种苦难文学，在这消费痛苦，不看，太压抑了，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我想拍个短剧。一觉醒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谢谢你们，我是肖宇。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哎呀，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书名叫《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啊。然后，但说实话，多了很多的机会，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好吧，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就是那个角色小的，就这么说，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我就坐你旁边，一到那我说，哎，你说哦，那就是我的角色，就那么小。但说实话，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机会难得，我就会觉得不配得。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我到了剧组，我什么都不敢干，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他们就把我给换了。我甚至我不骗大家，真的，我饭都不敢吃。剧组老师说，刘老师吃盒饭吧，我说我从不吃饭。我生怕我一吃饭，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我特别紧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各位见过哈？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我在想，这个麦离我那么远，我如果台词没收到，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把我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的是，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突然想亲我这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他直接贴在皮肤上，这个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我太能出汗。当然这不怪我，这怪我的基因，因为我姓刘嘛，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什么东西？又汗又潮。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然后每次都掉，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老师，表演特别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不要直接删掉。我说我有病吗？我一共3句台词，我删1句的意义是什么？我比较喜欢偶数嘛我。然后我说，他说你看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的天呐，各位，我何止是删掉，我还怪叫啊。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逐渐消失，然后一阵沉默之后，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就在因为我的麦在掉，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我？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我肚子在叫是因为我没吃饭，我因为没吃盒饭，我叫他领了盒饭。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我说老师，看这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音响老师说：“刘老师没事儿，我给你一好东西，这个劲儿大。”我说：“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我刚进影视圈，想让我塌房。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他说：“不是，这个是胸带勒的劲儿贼大。”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判几年啊？你们这儿
胸带是什么呢？各位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是一个肉色的皮尺，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然后记住了，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我说这也太牛了。他说更牛的是，整个剧组只有你有。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我第二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我甚至我都倒口，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啊，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台词尤其清晰。但是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我说不是，我改哪儿了？他说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我说不是导演，我不理解，我来你们这儿，我要不删成偶数，要不改成变态，我是什么奇变偶不变？导演说你来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去各位，我可太变态了，我太变态。各位，但是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我是渐变。它是怎么个过程呢？它是这样的，我是每天早晨健身，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个胸带到这儿，叭就勒紧了，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吹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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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这吹牛，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但各位注意，它不是全掉，它是就掉一点。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说台词就是“你现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怎么不敢直视我呀？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这个。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我总不能开之前说，各位开工之前我说两句啊，这个是麦克，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不光穿那女士内衣，还给内衣起名字，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麦克，好歹叫米歇尔吧。小海都只穿8小时，他一直带着。我跟一翔老师说，我说老师，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一翔老师说，我真没办法了，要不然就这样，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你把它搭在肩上，就不会掉了。我说那就更像了，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我就，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哇！庆幸的是，各位，庆幸的是，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哇！因为被整个剪掉了，被整个剪掉。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能想到的，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当时，但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也无所谓了，剪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反正我现在一支荔枝就哭。从来只有妃子笑，有谁听到刘洋哭啊？那一瞬间，我真的暗暗发誓，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洋，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